今天来分享一款可调节包带长短的镂空手机包包，到这个空心棉线来钩织一款简单好看的镂空手机包。先打上一个结，钩针这里用到的是3.5毫米的钩针。好，辫子起针20针啊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4针、16针。18针，好，20个辫子针，20个辫子针起好以后，钩针绕线到1到2到3到4到5到6，在倒数第6针，我们后面凸起来的这根线叫做里3，在这儿穿针进来，把线带过，钩一个长针，然后一个辫子针，再次绕线，空掉一个里3，到下一个位置继续入针，钩长针，好，锁一针，空一针。继续重复来钩，也就是说我们需要钩一个长针，一个辫子针，一个长针之后一个辫子针，按照这样的规律，我们把这一圈，把这一排给它钩完啊。好，再次绕线，好，空一个。再空一个，那刚好到最后一针，然后带线过来钩织，那这就是咱们的包底部分就钩完了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立一个起立针之后，翻转织片，翻转过来之后，在这儿，在这个洞里面入针，钩一个引拔针，因为接下来我们需要在这个洞里面进行钩织。包底钩完，锁一针，然后翻转织片，然后我们要到这个洞里面来进行一次引拔。好，到这儿，那接下来呢，这个就是我们要围绕着它来圈钩啊，这个就是我们手机包的包底了，围绕它来圈钩。我们具体看一下它的钩织方法。首先第一步，这里引拔过来之后，第一步起立2个辫子针，好，钩针绕线，然后呢，在第2个洞里面来钩一个长针。那长针这个位置是不是有一个交叉点？你可以用记号扣在这儿给它标记一下，就标记这2根线。好，接下来起立1、2、3，这3个辫子针呢算作一个长针，记号扣扣在第3针上，这里需要钩一个长针，一个辫子针。好，钩针绕线，在记号扣粉色记号扣这个位置入针，从这儿啊我们取下来，然后从这儿横穿过来，把线带过。好，这个就叫长针的交叉针，这样像一个叉叉一样，是这样子的。这是一个完整的交叉针，钩好了。那我们再看一组啊，一组完成，用一个辫子针隔开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在第1个洞、第2个洞、第3个、第4个、第5个、第6个、第7个、第8个，一共是8个洞。好，在第2、第3个和第4个绕线2圈，在第3个洞里面带线过来，钩针上4个线圈，只退前2个，再绕线1圈，到第4个洞里面带线过来。好，这里就两推完啊，全部推完。全部推完之后，那交叉点在这个位置，这它的交叉点。好，我们也是一样的，这里钩一个辫子针，钩针绕线，在交叉点的这个位置钩一个长针，带过来。那这是第2组，是不是也是一个叉叉？好，完成以后一样的啊，我们每完成一组，中间用一个辫子针隔开。好，接下来绕线2圈，在第5个、第6个啊，先在第5个洞里面入针带过，只退前2个，钩针上还剩3个线圈，再次绕线到下一个洞，再钩一个。好，就两推针给它推完了。这就是一半啊。这里钩完之后，交叉点是在这儿，就是一定要找到它的交叉的点啊。找到交叉点以后，一个辫子针，再绕线，在交叉点的位置入针钩一个长针，在这儿。好，一个辫子针，你看1组、2组、3组，我们上面的一共是要钩4组，上面钩4组，下面钩4组，然后呢这边1组，然后这边1组，一共是10组啊。好，绕线2圈，第7个洞和第8个洞来看一下，带过来，然后绕线到第8个洞，然后再次钩织，一个辫子针隔开交叉点的位置，再来钩。好，你看这是上半部分啊，上半部分1、2、3、4、4组，下半部分到时候就是它俩是对着的，就它这边对着的，这里也会有一个啊，这里也会有一个交叉，这里
对着1、2、3、4，刚好是8组。然后右边这里一个，左边这里一个，刚好是4组啊。好，我们再看左边这个的话，就在这第8个洞洞里面一起来勾，绕线2圈，在第8个洞洞里面先推2针，再绕线1圈，在第8个洞洞里面入针，再次钩织，然后给它推完。好，推完之后，接下来一个辫子针，那在交叉点的这儿入针带过，再勾一个长针。好，这就是我们左边的这一头就勾好了。好，左边的勾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转过来之后就是第8、第7、第6、第5这2个，先勾第8跟第7对过来啊，来绕线2圈，先在第8个洞洞里面勾一个，绕线再到第7个洞洞里面带过来，再勾。好，然后一个辫子针隔开交叉点的这个位置，钩针绕线，在交叉点的这个位置入针带过，再勾一个长针，一个锁针。你看这里是不是就立起来了？这就立起来了。那接下来我们现在勾的是这个位置对照的，接下来勾它的对照，第7跟第6个洞洞，方法是一模一样的。好，入针带过一个，先下一个洞洞。那这个线头呢，我们就给它压过来就可以了。锁上1针，交叉点的位置，好，又一组，然后锁上1针，绕线2圈，这是第4、第3。好，这个针法呢，相对来说稍微特殊一点点啊，它是一个交叉的长针钩织的方法，然后也是比较适合我们夏天钩织一些镂空的包包。我们现在勾的是一个比较小的手机包。好，锁上1针之后，交叉点。来看一下，现在就是你看右边这一个如果不算的话，1、2、3、4，这里4个勾完了，这里1、2、3、4，好，刚好是8个，这是第9个。那接下来最后这一个洞我们要勾第10个了。第10个的话呢，就在第1个洞洞里面了，绕线2圈，带过一个未完成，对吧？绕线1圈。好，2推针，锁上1针，钩针绕线，穿针带过，看锁上1针。好，这里勾完之后，这样就是一整圈了。我们要跟记号扣标记的这个针目来做引拔连接，从记号扣标记的位置入针，带线过来勾引拔针拉紧。好，拉紧以后看一下，它就是一个圈圈啊。就这个圈圈，这个大小的话，装手机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，然后还会有剩余的空间啊。按照这个方法，我们开始往上勾。第1圈勾完了，剩下的就非常的简单了。来，我们再往上看啊。每一圈的开头的这一组呢，相对来说要特殊一点。这里呢，我们立2个辫子针，这里作为一个未完成的长针啊。然后钩针绕线到第2个，那我们是这2个啊，在它对应的这个针目上入针，带线过来，这儿勾一个长针。好。我们勾的是交叉长针，所以起头的这个位置会特殊一点。上面呢，我们再给它起4个辫子针。4个辫子针，记号扣1、2、3，扣在第3针上，这里代表1长针和1辫子啊。扣好以后，钩针绕线，你看这是不是有个交叉点？在交叉点的位置来勾一个，在交叉点的位置来勾一个长针，带线过来，这里勾长针啊。那这样是不是就是一个交叉针？好，一组勾完。锁上1针，钩针绕线2圈，在这一组的右边、左边，先在右边的这个针目入针带过，退2个线圈，绕线，再到左边的这个针目带线过来。好，先推2针，再推2针，再推，再推，推完以后一个辫子针，钩针绕线，带线过来。好，勾长针，锁上1针。那这一组跟这一组，它俩就是对照着的啊，以此类推就可以了。绕线2圈，穿针带过，好，再到左边的这个针目，锁上1针，绕线，这样1组、2组、3组了。后面的方法是一样的，我们把这一圈按照这个方法给它勾完。下一圈勾法也是跟这一圈是一模一样的。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，你再回到我们第1圈勾完第2圈的这个位置，按照同样的方法再次往前勾啊。
现在是勾到了1、2、3第3圈，最后这个位置的话就是最后一组了。然后我们钩织方法跟前面是一样的，我们再来讲一下啊。回到这儿带过来，一个未完成的，再来下一个针目，推针、推针、推针、推针，然后锁上一针之后，钩针绕线，交叉点的位置，再来一个长针。然后锁上一针，这里我没有加记号扣，然后我们要找的是这里，你看这个是交叉长针的针目，这个是一个中间的隔开针，所以要在这个针目上来做它的连接。好，连接针一定要给它拉紧，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第3圈。后面钩织方法依然是一模一样的，你可以拿出自己的手机这样比对一下。我们一般的话这样是3圈。大概是要勾到7圈左右啊，7圈8圈吧，跟你的手机大小合适就行。因为这是一个镂空手机包，夏天出门不方便的时候，大家都可以勾一个随身携带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起针的这个位置。好，每一圈的开头都是起立2个辫子针，钩针再绕线到左边的这个针目勾一个长针。好，这样就形成了交叉点，再立4个辫子针。好，记号扣在第3针上，我这里就不扣了。然后我们回到交叉点，再勾一个长针。好，这是我们的第1组勾完。第1组勾完以后，一个辫子针隔开，绕线2圈，入针带过，绕线1圈，下一个针目。好，我们先按照同样的方法勾到需要的高度吧，勾个5圈到6圈吧。好，这样锁一针。好，一组2组。钩针绕线，交叉点的位置入针，来勾一个长针，好，一个锁针，然后找到我们的针目来做引拔连接。连接好以后的话，我这里是勾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排，它刚好是一个手机的大小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我们的主体部分就完成了。我们接下来要钩织它的包带。那包带的话，由于这里要靠正中间一点，所以我们需要把针目往前引拔一点。那从这个针目穿针，然后从这儿再入针，把线圈这样带过来。好，如果说还没有到正中间，你还可以再往前这样穿针，或者说你直接在这个针目上，在这入针，把这个线圈再挂到钩针上，这样给它，这样就引拔到它相对来说比较靠中间的位置。我们这里引拔1次就可以了。引拔到这儿，好，到这儿之后，我们直接来勾它的包带。包带部分起立3个辫子针，系好的3个辫子针，钩针绕线啊，回到我们第1针的这个位置来勾一个长针。好，然后接着1、2、3个辫子针，在交叉点的这个位置入针，再勾一个长针。好，接着1、2、3，绕线，交叉点的位置继续勾长针。按照这个方法呢，勾到你需要的长度，你自己能斜挎就可以啊。大概我们是要勾到个1.1米左右的长度啊，1米到1.1米之间吧。好，包带勾到一定的长度之后，我们可以直接在这儿就是做个引拔连接也行。那这里的话，为了方便我们各种身高都能够来背，所以这里呢我们来做一个活结，然后这里打一个引拔针之后，我们直接来断线。好，我们勾好以后呢，把这个线头给它藏一下，在这个织物里面用钩针给它带一带。把这个线头给它藏在这个里面，藏好以后多出来的我们就可以给它剪掉了。好，然后下一步的话呢，咱们来做一个活口啊，就是这个包带可以收缩的，找到这个包带中间的位置穿过来，穿过来以后呢，稍微给它留长一点点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把它围绕着往回啊，围绕着这个包带这样给它转一圈。好，这样绕个2圈，绕个2圈以后，这根线从这个里面给它穿过来。好，这样的话，你看拉旁边的这一根线，就可以给它收一下，就可以收紧了。然后这个包带的长短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通过调节这可以拉过来它的长度，拉这根长的线啊，就可以变化它的一个长短。如果说长度不够的，再往上拉，这样就可以了。